宁太太也不管别人怎么看她，她还在说到商太太和商小姐也是好度量，自己的准女婿被外甥女抢了，商太太还能带着海童露面，介绍她和诸位太太认识。那换成是她绝对做不到。哎，外甥女再亲，能亲得过自己的女儿吗？有人驳着宁太太说道：“宁太太，你说话注意点用词啊。”战少不曾接受过商小姐的感情，也没有承诺过什么，不过是商小姐一厢情愿而已。不过商小姐好度量却是真的，拿得起放得下，知道真相后大方地送上祝福。倒是让我对商小姐刮目相看。宁太太在我们面前说说就好了，可别拿战大少奶奶的出身到处说，战少可不是你们宁家得罪得起的。宁太太张张嘴想说什么，最终还是噎住了，没有再跟那些太太们辩论下去。她在这个圈子里本来也是别人的画资笑柄，因为她是属于弟媳妇嫁给大伯的例子。她原先的丈夫是现任丈夫的亲弟弟，夫妻俩生了一个女儿后，在女儿2岁大的时候，丈夫就因为抑郁症跳楼自杀身亡。后来她改嫁给大伯哥，后她就由宁家2少奶奶成为大少奶奶。等到公婆过世后，丈夫当家，她则成了宁家的当家太太。但由于她是弟媳妇改嫁给大伯哥的，故而成了很多人茶余饭后的笑话。宁太太改嫁给大伯哥后，又生了一儿一女，与先夫所生的女儿宁云初则在宁家活成了个小透明。听说宁云初在宁家连佣人都不如，加上她16岁时因为生病导致失明啊，成了个瞎子后，就更加惹人厌了。连她的亲生母亲宁太太都是她为透明人，任她自生自灭的，从来不会带着她参加宴会，就大家都只知道宁二小姐，不知道宁大小姐。听说宁大小姐为了生存，在看不见的情况下也开了一家花店，每个月赚点微薄的收入维持生活，还经常被同母异父的妹妹整治呢。都说有后妈就有后爸，对宁云初来说是有后爸就有后妈。亲大伯兼继父对她不好就算了，亲妈为了讨继父的欢心，对她也是越来越不好。海童不知道宁太太对她有偏见，她跟着自家大姨结识了很多太太们，也认识了很多千金小姐。那相较于年轻的千金小姐呢，那些有丈夫有儿女的阔太们对她更加友好，看不起她的人也很多，不过碍于商太太的面子，还没有人敢在她面前说什么，顶多就是懒得使理她而已。在屋里待了半个小时，商小飞不喜欢跟那些人打交道，就拉着海童从屋里出来，在院子里活动。大草坪上依旧是最多人，在这个圈子里，商小飞是大家公认的高傲，目中无人。看到商小飞出来，一般人都不敢往前凑。商小飞拉着海童走到草坪边缘的2张椅子上坐下来，远离了人群，却又能把大家的一举一动尽收眼底。童童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商小飞晃了晃他手上的那杯酒，偏头问着海童。海童往后靠着椅背，神情慵懒，浅笑的道：“还行，对我有好的，我多说2句话，瞧不起我的。不屑与我为伍的，我也不屑与他们为伍。我虽然没有长期活动在这个层次的圈子里，却不是第一次接触，有不少太太我都是认识的，只是他们不认识我而已。以往他们的一举一动，我都看在眼里的，心里清楚他们是什么样的人。在屋里待了半个小时，我收获最多的就是名片。”商小飞就笑了笑，是这样的，大家来往都是图名图利啊，没有的可图，谁想理你啊？你想吃点什么？我去帮你拿点吃的来。刚才看到那些点心很精致，想必也很好吃，给我拿点来吧，在店里吃过了一点，我也不是很饿。喜好甜食的他呢，看到那么多精美的点心就想尝尝。以往他陪着沈小军跟着沈姑姑参加宴会时，2个人就是躲在角落里吃吃喝喝的。他最喜欢的还是那些点心，比外面点心店做的好吃很多。好啊，商小飞把自己的那杯红酒放在面前的小桌子上，他就起身去帮海童拿吃的。一会儿后，
商小飞回来了，他空着手，不过他身后跟着2名董家的佣人，2名佣人手里都端着托盘，托盘上放着的都是商小飞为他和海童拿的美食。帮我放在这里便可，谢谢啦。2名佣人放下了托盘，说了句不用客气，就转身去服务其他人了。姐妹俩就这样躲在角落里吃吃喝喝，也没有人赶过来打扰，主要是商小飞的脾气不好，得不到他青睐的人进钱了，他会让对方没脸，谁想在这种场合下丢脸？哎，彤彤！忽然商小飞碰了碰海童，示意海童看向同样在角落里的一个女孩子。只见对方从他精致的钱包里摸出一包什么东西，然后倒进了他的那杯酒里，之后若无其事地转身走回人群之中。他从头到尾都没有留意到商小飞和海童，不知道自己的小动作被人尽收眼底。他往酒水里加了什么呀？商小飞说道，应该是某种药的药粉吧，撒入酒水里就会溶掉。又有酒的味道遮掩着，喝的人是品不出异样来的。就是不知道他想算计谁了，在董小姐的成人生日宴上算计人，这是存心与董家结怨。那个女孩子啊，我们一来的时候就碰上了的，好像是姓宁的吧？没印象，我一向不想搭理这些人，今晚是你要过来，我才陪着来，否则我和我妈都不可能露面。她是舍命陪君子。海童笑，我有空了给你编织小动物，你喜欢什么动物，我送给你。12生肖我都想要。行，给我点时间，编出来后就送给你。不过你别炫耀哈，战印心眼小，会吃醋的。那就是个醋坛子。商小飞也笑，你就知足吧，不知道多少人盼着他对他们霸道呢。我很知足的了。宁小姐那杯酒不知道要给谁喝的。海童一直盯着宁小姐，见她并没有把那杯加了药的酒水给别人喝，她自己也不喝，海童有点好奇了，她那样做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很快海童就有了答案，就那杯酒不是不给别人喝，是要喝的那个人刚来。一辆女装摩托车驶进了董家别墅，在满院子的豪车的烘托下，那辆摩托车就显得很突兀。骑着摩托车进来的人是个20来岁的女孩子，她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坐在车后座的那个女子，她怀里抱着一束鲜花。下车后，一手还拄着拐杖，用拐杖探着路，慢慢地往前走。她是个盲人啊！海童放下了酒杯，坐正了身子，看着盲人女孩一手抱着花束，一手拄着盲人拐杖，慢慢地走向大草坪，脑海里浮现了一张相片。是奶奶给战一晨的，也是他老人家为战一晨选定的妻子人选，要求战一晨在1年之内把对方追到手，娶为妻，否则后果自负。是了，对方就姓宁，宁云初，宁氏企业的当家人，宁总的继女兼侄女儿。海童没想到会在董家的宴会上见到了宁云初的真人。宁云初走得很慢，主要是看不见。停车的地方距离宁二小姐并不远，正常人只需要走上2分钟就行。宁云初却走了10几分钟，才走到了宁二小姐的面前。叫你给我送束花过来，送得那么慢，就你这样的送货速度，你那间店没有关门大吉都是奇迹。宁二小姐比宁云初小了6岁，今年刚满20，是宁太太改嫁给大伯哥后生的第1个孩子，深得夫妻俩的喜爱。宁家是隐形富豪，家产10亿。宁二小姐深得父母的宠爱，养成了任性刁蛮的性子。最看不惯的就是宁云初，她总觉得宁云初抢走了本该属于她的大小姐名头，哪怕是一母所生的亲姐妹，姐妹俩处得像仇人一样。宁云初等妹妹讽刺完毕，便把那束花递向妹妹，淡淡的道：“你要的花我给你送过来了，请你支付200元。”就这么一束破花还要200块钱。宁云出面朝着妹妹，她戴着一双大墨镜，遮挡了些许面容。面对妹妹的质疑，她依旧神色淡淡，说道：“按你的要求包扎的花束，不管你去哪间店买，都需要200花。行了，200元就200元吧。”宁二小姐单手接过了花束，然后把那杯酒递给宁云初，宁云初不接。
帮我把这杯酒喝了。说着，他把酒杯塞在宁云初的手里。宁云初握着酒杯，默了默后说道：我不会喝酒，你想不想收到你的花钱？想不想你的花店继续开下去啊？不帮我把这杯酒喝了，休想收到花钱，我还要把你的花店砸了。宁云初握着酒杯的手紧了又紧，才没有冲动的泼酒。他妹妹深得母亲和继父的疼爱，他惹不起。宁二小姐拿出1000元现金，在宁云初的面前抖了抖，说道：闻到了钱声吗？我准备了1000元，只要你帮我喝了这杯酒，这1000块钱就是你的了。200元是买你花的钱，800元是给你的跑腿费。周围的人都在看着姐妹队，没有人为宁云初说一句话。那对于这样的情景，他们似乎也习以为常。宁太太就在不远处和几位太太聊天，2个女儿的动静啊，她也知道，但她并没有动作，依旧淡定地和别人聊天。宁云初沉默了良久，才接过妹妹递给她的那杯酒，问着：喝完了你就支付买花的钱？这么多人在场作证，只要你喝了这杯酒，这1000块钱我一张都不少，全都给你。好。宁云初端着酒杯凑近唇边就要喝，冷不丁一只手伸来抢走了他的那杯酒。这酒啊，你别喝了。是陌生的声音。宁云初通过对方说话的声音确定对方的位置，他扭头面朝对方，神情不解。抢走宁云初那杯酒的人是海童，别人都在看戏，海童看不下去。主要是他知道宁二小姐递给宁云初的那杯酒水添加了粉末了，想也知道不是好东西，谁知道宁云初喝下去后会出什么事？这是奶奶给战一晨选定的妻子人选。海童不知道还好，知道了自然要出面护一护的。海小姐，这与你无关啊。看到是海童，宁二小姐拉下了脸，她不愿意叫海童做战家大少奶奶那样，让他觉得自己连海童这个乡下妹都不如。刚才我看到宁二小姐往这杯酒里放了药。说这句话的人不是海童，而是商小飞。商小飞不知道海童为什么要多管闲事，但海童既然出手了，他也不落后，跟着插一脚。宁二小姐这样的咖位，商小飞还不放在眼里呢，他直接就戳破宁二小姐的阴谋。商小姐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。你哪只眼看到我往酒水里加了药？商小飞下巴高抬，很嚣张的道：我就2只眼睛，2只眼睛都看到了。你……商小飞从海童手里拿回那杯酒，递回到宁二小姐的面前，这是宁二小姐的酒，还是你自己喝吧。商小姐，这是我和她的事，我劝你和海小姐最好不要多管闲事。都是被家人宠着的，宁二小姐也相当的倔强，压根儿不怕商小飞，她甚至凑到商小飞的耳边，小声说道：商小姐，别人怕你，我宁思琪可不怕你。说完，宁思琪站直身子，再次把那杯酒递到宁云初的面前，用着挑衅的眼神斜睨着海童的商小飞，却是对着宁云初说话：你不喝了这杯酒，别想离开，就算有人帮着你，让你顺利离开了，事后我一样能让你喝下这杯酒，快喝嘞。宁云初轻咬着下唇，商小飞说的话他信，妹妹肯定在酒杯里放了药，却要逼着他喝下去，这是存心让他在众人面前出丑。他在宁家已经尽量降低了存在感，宁思琪还是针对他，一个妈生的宁思琪不把他当成姐姐就算了，还老是整治他。喝不喝我就灌你喝吧。宁思琪嚣张至极。宁思琪是向商小飞和海童挑衅，这2个人能帮着宁云初一时，能一直帮着宁云初吗？只要他想，随时能把宁云初的花店给砸个稀巴烂。宁云初还不敢找他的麻烦，宁云初又不傻，在商小飞点破那杯酒里放了药后，他是不会喝那杯酒的。他淡淡的道：这束花就当作是我送给你的，不收你的钱了。说完，他又面朝着商小飞和海童，一直淡淡的声音里添了点感激，向2个人道谢。
宁云初，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宁思琪觉得自己下不了台，他见宁云初要走，伸手就拉住了宁云初，脚下一转，人就转到了宁云初的面前，单手擒住宁云初的下巴，用力地捏着，当真要灌宁云初喝下那杯酒。海童和商小飞几乎是同时出手的，海童会拳脚功夫，他轻松反转局面，不仅把宁云初从宁思琪的手里解救出来，还擒住了宁思琪的下巴。商小飞则是抢过那杯酒，迅速地灌宁思琪喝酒。宁思琪拼命挣扎，还是喝下了几口的酒水。等他喝了酒后，海童才松开了他。商小飞用力地一摔酒杯，哪怕是草地面，酒杯也被他摔碎了，发出了响声。这下子，连淡定的和别人聊天的宁太太都被惊动了。发现是小女儿吃了亏，宁太太马上走过来，妈，我们回去，马上回去。宁思琪很清楚自己往酒里加的是什么药，喝下去后会是什么后果。他不想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脱衣服，出尽洋相呀。这是他为宁云初准备的，但在商小飞和海童的干涉下，最后喝下酒水的人却是他。宁思琪心急的想离开，想在药力发作之前离开。思琪，你怎么了？宁太太着急地问道，看到大女儿站在一旁，她怒视着大女儿，厉声质问：云初，你对你妹妹做了什么呀？我能对她做什么？听到母亲的质问，宁云初的脸上染上了寒霜。看来呢，母女俩的关系也非常差。妈，宁思琪神志还是清醒的，只是药力发作后。宁太太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呀？她就连忙一手拥紧了小女儿，一手朝宁云初甩过去。海童把宁云初拉开了，宁太太没有打到他。战大少奶奶，这是我的家事，还请你别多管闲事。海童很无辜地道：我已经多管闲事了，怎么办呢？只能继续多管闲事了。宁太太，这也是你的女儿吧？你就不问清楚是怎么回事的吗？这件事呢，我从头看到尾，是你小女儿给大女儿下药，逼迫你大女儿喝下那杯加了药的酒。现在她自食其果，那是活该。宁太太怒道：再怎么样，那也是她姐妹俩的事。我劝战大少奶奶还是不要多管闲事。啊，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？不过是乡下妹而已，你以为大家叫你一声大少奶奶，你就真是大少奶奶了？海童似笑非笑的：我不是东西，我是人，我是出生在农村。咋的？吃你们家大米了？我不需要别人叫我大少奶奶，只要我家男人是战家的大少爷，我就是大少奶奶啊。别人的事我或许不想管，但宁云初的事我就想管一管。宁太太，我也不管你是什么东西。今晚我把话搁在这里，回去后你们敢动宁云初一根头发试试。海童眼神森冷，冷冷地弯搁着宁太太。你……宁太太气得脸色铁青。这个时候，商太太和董太太他们听到动静，赶紧从屋里出来。宁太太不敢和商太太正面刚，再加上宝贝女儿又自食其果，她只对董太太说了声抱歉，就赶紧连拖带抱，带着小女儿匆匆地离开董家。风平浪静了，宁云初向海童和商小飞道谢。他其实不明白海童和商小飞为什么要帮着他。那听到母亲的叫嚣，他知道了帮他的其中一个人是战家的大少奶奶。近段时间，战家大少奶奶是管城最爆火的人物。哇，他没想到这战大少奶奶富有侠义心肠，会帮他一把。其实就算没有人帮忙，他也有办法脱困的。在心狠如后妈的亲妈以及继父手底下讨生活，更要一点点的搜集证据。宁云初要是没有点手段，他也活不到现在。海童担心的道：回去后他们要是找你麻烦。他不知道自己的话能否威胁到宁太太。宁云初淡淡的道：他们从来就没有真正的讨到过好处。海童美眸闪烁，最后呢，他说道：那你保重啊。谢谢。宁云初再次向海童和商小飞道谢，然后他淡定的就拄着他的盲人拐杖，就边用拐杖着探着路边往前走。
他的店员在这个时候才赶过来扶他。很快啊，宁云初坐着那辆摩托车离开了董家。宁家的2位小姐闹了这一出后，加上夜色渐深，那很多客人陆陆续续的离开。商太太也带着女儿和外甥女告辞而去。她先把海童送回到明苑花园啊。对于姐妹俩帮着宁云初的事，商太太一句话都没有说。战印早就接到了爱妻发来的信息，他在明苑花园门口等着海童。商太太的车子停下来时，战印走过来，先是向车上的商太太问好，然后绅士一般就替爱妻拉开了车门，伸手给海童扶着下车。大姨，你和表姐要不要进去坐坐？商太太笑着婉拒，很晚了，我们就不进去坐了。战印，你快带彤彤回去吧。大姨，再见。战印说的是客套话，也猜到商家母女不会进去的，毕竟太晚了。小夫妻俩目送着商太太的车子远去后，才手牵着手往小区里而回。彤彤，今晚的你真的很美呀，难道我平时不美？都美吧，一直都很美，在我眼里，你是天底下最美的女人。情人眼里出西施吗？战印，我可能闯祸了。战印脚下未停，边走边说道：怎么了？跟我说说那祸闯得有多大呀？看看我要怎么去修补，才能把你闯的祸补好。海童笑，放心，没有把天捅破，就是得罪人了。战印宠溺又霸气的道：就算你把天捅破了，我也会想办法帮你补上。你得罪人怕什么？只要不是别人得罪你就行。你不问问我是怎么得罪人的？战印偏头看他说道：不用问，不管你怎么得罪人的，我永远站在你这一边。就在他眼里，他老婆就是对的。海童，战印，你这样相信我宠着我会把我宠坏的。我就是要把你宠坏，那样只有我一个人能包容你，你就永远都是我的了，没有其他人来跟我抢老婆。海童失笑，只要知道我是你的老婆，谁还敢打我的主意啊？张念生暗恋他多年，明知道他已婚的情况下都还不死心，还盼着他和战印结束婚姻后可以嫁给他。当沈姑姑告诉他她的闪婚丈夫是战印，那战家的大少爷后，张念生就彻底死了心。上次张念生趁着周末放假2天，匆匆的回来了一趟。沈姑姑还请小军一家人过去吃饭，跟张念生聚一聚呢。沈小军说张念生成熟了很多，但人也沉默了很多，跟大家打过招呼之后就不怎么说话了。小军说张念生肯定还爱着海童，只不过他知道他争不过战印，也不敢再去争。他纠缠海童时，战印就拿张氏集团下手，那张念生在恋爱脑，也不敢拿自己的家族事业去赌，他赌不起也输不起啊，唯有逼着自己断情丝。他在离开管城回到 H 市上班之前，跟沈小军说了句话，说他10年内大概都不会恋爱结婚。沈小军就心疼自家表弟，却也只能劝一劝。他的性格决定了他不可能帮着表弟来追求海童，破坏海童的婚姻幸福的。别说现在战印爱上了海童，对海童极好，为了海童都能向商小飞低头，叫着商小飞做表姐。就算战印没有爱上海童，在2个人的婚姻没有终结之前，那沈小军都不愿意表弟插足好友的婚姻，那是小三行为。他们沈家没有做小三的亲戚，目前还没有吧，我就怕以后你越来越优秀了，会给我招来一个跟我一样厉害的情敌。海童笑道：我再怎么优秀也优秀不过你，更何况我现在跟你的差距天地远呢，自卫嘛可能会给你招惹来厉害的情敌。现在整个管城的人都知道我是你老婆，很多人没有见过我的人，但知道我的名字，只要海童这个名字一出，真是谁敢争锋。夫妻俩边说着话边往前走，散步一般走了一段路才回到楼下，坐着电梯上了8楼，回到2个人的小家。屋里的灯还亮着，电视也开着，战印应该是在看电视等他回来。梁姨不在，我不着急叫他回来住，先过一段时间2人世界再说吧。
进门后，战印就赶紧从鞋架上拿下海童的居家拖鞋，让他换下那双恨天高。穿回了居家拖鞋后，海童舒服地叹道：“还是穿着拖鞋舒服点。要是穿不习惯高跟鞋，以后换中跟的或者平跟的。你身高算是高挑，不用穿高跟鞋也比别人高一点。”战印是舍不得让爱妻折磨那双脚的。哇，大姨听到你这话得瞪你。战印笑了笑，你大姨一直是个严厉的人，也就是退休了，才变得温和很多。你找她带你调教你，会吃很多苦头的。不过她是你大姨，也是一心为你好，你能吃得住苦，从她那里学来的够你受用终生。海童走到沙发前坐下，战印跟着过来，并把他的脚拿起来，他帮他按摩一下。海童想阻止，说你是堂堂战家大少爷，战氏集团的大总裁呢，在你面前，我只是你的男人，是你的丈夫。我老婆为了我穿着她不喜欢的高跟鞋折磨自己的脚1个晚上了，我体贴一下我老婆，碍着谁了？听他霸气又甜蜜的话，海童便没有阻止他给自己的脚按摩。我今晚遇到了宁云初。战印不问海童得罪了谁，海童主动告诉他宁云初是谁。战印专心地帮海童按摩着，连头都不抬。对于宁云初是何方神圣，他没有半点好奇八卦之心。你不是看过他的相片吗？长得很漂亮的，就是脸有点小，又戴着大墨镜，把脸都遮住了些，看起来就更小了。他说话总是淡淡的，有股云淡风轻的感觉。战印暂停手上的动作，抬头看着爱妻，辩解的道：“我什么时候看过他的相片？我对你以外的女人都不感兴趣，连相片都不想看。”海童好笑的道：“我又没有吃醋，你这么紧张干嘛呀？宁云初是奶奶给奕晨挑的妻子人选，奶奶拿了他相片的，你跟他拿过来给我看过呀？你不也看了？”战印，我就瞟了一眼，没印象，又不是我的妻子人选，我去记他长什么样子，记他的名字做什么？他重新帮他按摩。宁云初居然是个盲人。战印，奶奶为什么会给奕晨挑个盲人？给你挑了我这个出身乡下的农村妹，我好歹健健康康的，给战奕晨挑个出身豪门的千金小姐却是个盲人。况且宁云初在您家过得不太好呢。战印淡淡的道：“奶奶有她的用意啊，她老人家挑选孙媳妇呢，都是按照我们的性格去挑选适合我们的。奶奶会要求她娶海童，可能最纯粹就是某个得道高僧批她和海童的命，说他们有一世的夫妻缘分。现在战印倒是信了那个得道高僧，要是有机会见面，他还想问问对方，他能不能和海童下辈子也做夫妻啊？得道高僧，你修来的就只有一世夫妻情，做人呀，别太贪心，过好这一辈子再说。下辈子，谁知道有没有下辈子？人活完一辈子的时候都死了，人死如灯灭，什么都没有了。能不能投胎，有没有投胎这一说，都是未知数，经历过的人都死了，所以没有答案。也是，那是战奕晨该去考虑该头痛的事。他有没有行动啊？应该还没有吧。不过他有空就去苏南的办公室串门，可能拜托苏南帮忙调查一下宁什么来着的资料吧。总要摸清楚对方的底细，他才会行动。那你当初摸清我的底细了吗？海童忽然问了句。战印默了默后答道：摸清了。不过我更相信我自己的眼睛，相信我的感觉，所以我最初才会隐瞒身份考察你的人品。以你的性格来说，你要是没有摸清我的底细，你也不会答应和我闪婚。那你婚后还怀疑我是个拜金女，图你的钱，我怕调查有误。海童语塞，婚姻是一辈子的大事，女怕嫁错郎，我们男人也怕娶错老婆的，总要亲自相处过，才知道你的真实品性。调查的结果不过是几行字总结而已。婚姻是一辈子的大事，貌似啊，我们俩都草率了。海童叹了句，又庆幸地道：还好我们彼此相爱了，如果能够重来一次，他大概
会是另外的一种选择吧。彤彤，你继续说下去吧，我当听故事呀。战印不想和海童过多的说起隐婚的那段时间，因为那是他欺骗他的日子。要不是他饿坏了胃，他心疼心软了，夫妻俩现在还僵着呢。所以他就很怕提及他隐瞒身份欺骗他的事。把话题回到宁云初身上，能避免翻旧账。宁云初有个妹妹，比他小几岁的样子，长得挺漂亮的，就是做的不是人事，他竟然在他的酒杯里下药，然后叫宁云初给他送一束花过来，就要求宁云初喝下他放了药的那杯酒，才肯支付买花的钱。我和小飞全程看着，没见过那么坏的妹妹，我忍不住就多管闲事了，把那杯放了药的酒罐给宁二小姐喝了下去。好家伙，那药力发作的真快，没几分钟，宁二小姐就嚷嚷着好热要脱衣服了。宁太太偏心的程度跟我爷爷奶奶有的一拼呀。宁云初也是她的女儿，她们母女俩长得很像的，反而是宁二小姐不像宁太太。宁太太只会指责宁云初的不是，还想打宁云初，被我拉开了。那个宁二小姐心也太毒了吧，她想毁了宁云初的一生呀。要是我不多管闲事，任由她喝下那杯酒，药力发作后，那她又看不见，不管落入谁手里，对她来说都是毁灭性的。那是奶奶给一晨选定的妻子人选，以后跟我会成为妯娌。我不知道还好，知道了就要互一阔她。你们战家的少奶奶怎能让别人欺负？战印淡淡的道，宁云初是宁太太和第一任丈夫所生，她丈夫死后才改嫁现任丈夫的，现任丈夫又是第一任丈夫的亲大哥，等于是弟媳妇改嫁大伯哥。海童就算这样也不能那样对自己的大女儿吧。奶奶会选定宁云初，肯定有她的原因，她老人家估计也知道了些什么，既是撮合一晨和宁云初，也是帮着宁云初吧。奶奶知道了什么？海童很好奇。战印想了想后说道，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宁云初亲爸的死有阴谋。海童惊骇，豪门里水深为了各自的利益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，只是外人不知道而已。不过彤彤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们战家没有那种勾心斗角，我坐的这个位置，贴钱给他们做，他们都不肯做的。海童相信战印的话，他跟婆家人接触过几次，不管是长辈还是平辈都很好，唯一对他有点偏见，不太满意他的人是他的婆婆，但婆婆依旧没有对他做出过伤害他的事情。在他气着战印的时候，婆婆也陪着老太太来向他道歉，并没有趁机让战印与他离婚。可能对婆婆来说，儿媳妇的出身虽然重要，但儿子的心情及幸福更重要吧。宁太太当时看我的眼神像染了毒似的，不知道她回家会怎么跟她丈夫说我的坏话。战印，宁家厉害不？我多管闲事得罪了宁太太母女俩，会不会为你带来麻烦？战印帮她按摩了腿脚后，坐回她的身边，伸手揽着她的肩膀，揽她入怀，狂傲地道，不是你老公我自夸，在管城能与我们战士刚到底的，除了你大姨家里就找不到第二家了。就算真正刚到底，你大姨家里都不是我们战家的对手。我们战家人多，新奇团结，姻亲也多，与战家为敌等于同时与几大豪门为敌。宁氏算什么呀？宁氏的生意也不在管城，他们在管城就是个落脚点而已，我倒是没有轻视过他们，对他们的底细也摸过底，估算过宁氏的家产，在10亿左右吧。宁氏一向也低调，属于隐形的富豪。如果不是宁太太这个当弟媳妇的，在丈夫死后刚100天就改嫁给大伯哥，估计都没有人记得宁氏这个隐形巨富。现在宁家大概是想低调都低调不起来了，因为有宁思琪那样的野蛮千金。相信在董家宴会上发生的一切已经传遍了管城的上流社会。海童想到在宴会上周围的人都冷眼旁观，对于宁思琪欺负宁云初的事习以为常的样子，想来宁思琪做过了多次吧。
倪云初说他们并没有真正的讨到好处，海童才放心让他离开。今晚如果没有海童和商小飞多管闲事，相信宁云初也能摆脱困境的。你知道的还挺多的吗？战印在他的腮边亲了亲，温沉的道：我坐在这个位置上，也有危机感的，就怕突然间杀出个劲敌，把自己杀得措手不及，故而总会摸清自己地盘里是否有潜在的劲敌。战氏集团交到我手里，我不能让他蒸蒸日上的话，至少也要守住他本来的地位。还好我没有辜负长辈们的众望。战氏集团交到我手里后，目前经营的还不错，比在他爸手里时要强大很多。他要做的就是早点挑个继承人出来，然后用心栽培，等到继承人能够接班了，他就学他爸早早退下来，然后陪着老婆过着田掉牙的退休生活。可惜那他们的下一代目前一个人都还没有，奶奶还在指望着他夫妻俩早点生个娃呢。战印如今也想当爸，想有一个像洋洋那么可爱的孩子，不论男女，只要是他和彤彤的孩子，他都会很喜欢的。